自从上次吃了那家法餐的鹅肝饭之后，现在整个人非常混沌，感觉一周不吃鹅肝那个血压就上不去。非常的不合适，所以今天又去找了一家好吃的店，又到了吃鹅肝饭的日子。今天我们也是来居酒屋，就是这家藏在日本地下富人区的店了。6です。さっき電話しましたの。这家店就是人太多了。6はどうですか？じゃあ1つだけでいい。他のおすすめは？其实这种店在日本都算是比较高级的居酒屋了，就是各种奇怪的日本酒它都有。我们的小菜是一杯玉米布丁，它是一种又甜又咸的布丁味。还好第二道菜就是我今天特别喜欢的一道菜，鸡汤炖牛舌。它这个也是煮到你一咬就能下来，在嘴巴里一顶就能摊开的那种程度。这真的好大！再搭配了上面那一坨山葵酱。牛舌里面吸的鸡汤几乎在往外喷，感觉自己分泌了一吨多巴胺，太爱了。下道菜是油豆腐包火腿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看到豆腐我就有一种生理反应。这一口吧，但其实这个味道还挺好，就是有点难描述，很复杂。我觉得厨师应该是把火腿揉到了午餐肉里面，才会有这样的味道。口感是午餐肉，但是味道却是火腿，然后豆腐也会中和火腿的那个咸味儿，好吃哎。然后这个面也是我今天很喜欢的一个菜。妈呀，我发现我真的好花心，它是番茄香肠面，它那个酱里面还有一点百香果的味道，就非常的夏威夷。然后上了一份海胆烧麦，就是肉烧麦上面配了一个海胆。为了不让我的门牙碰掉那个海胆，我努力把嘴巴张到了最大，不过还算好吃。接着是黑松露寿喜烧盖饭，就一小碗，而且上面就一片肉，戳破蛋黄，那个黑松露的味道就跟坚果的味道差不多。用裹满了蛋黄的牛肉卷一片黑松露，是东京墨尔本的味道了。接下来还是牛肉，低温烤制的和牛，是烹饪和牛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做法，我们直接跳过吧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吃鹅肝饭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跟法式的鹅肝饭差别真的很大，上面是微甜的照烧酱，这个酱跟鹅肝里面的油水特别配。然后我个人觉得它的典型之笔是下面的白米饭，我第一次觉得米怎么可以这么好吃，原来鹅肝也可以这么家常，实名推荐这个饭。吃完之后来了一份海鲜三拼饭，里面的鱼子酱跟海胆特别好吃，不过也就一小口。然后最后一道硬菜是卤猪排，带筋的那种，这个菜怎么不早点上啊？它菜单上面写的是软骨，但骨头可能已经被高压锅压坏了，真的是稀溜趴。最后的甜品是巧克力熔岩蛋糕，上面也铺了一层黑松露，这才是真正的熔岩蛋糕，非常满足的一天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看玩意儿。鳗鱼这种东西还是且吃且珍惜吧，毕竟正宗的日本鳗鱼店是越来越少了，能在东京发掘到这样的老店还是算我幸运。又到了吃鳗鱼的日子，我现在好饿，我感觉我要死了。今天这个也是一家老店，在浅草。在日本像这种比较正宗一点的鳗鱼店一般都有很久的历史，看店里的装修和服务员的年龄你就知道了。然后这个菜单全是用毛笔写的画的，虽然很好看，但是读起来太吃力了。いいです。今天的第一个前菜是烤鳗鱼干，大部分的鳗鱼店都会有这个菜，因为鳗鱼干有一种独特的苦涩的香味儿，苦香的还挺特别。然后这一碗是葱拌鳗鱼内脏，就不只是干了，感觉甚至有点像我们的卤味儿，只不过这是甜口的。然后今天的主菜来了，白烤鳗鱼茶泡饭，它这个还不是蒲烧鳗鱼，它家是在白味烤了之后，再在上面涂了一点梅子酱，这个做法非常日本，就是那种清新甘甜的味道。然后之前有人问我日本鳗里有没有刺儿，虽然说它没什么大刺儿，但它还是有一些很容易塞牙缝的小刺儿，所以吃完鳗鱼之后刷牙非常的重要。今天我们安利的就是欧乐 B 的升洁小白刷，小圆头设计能包裹牙齿，连牙龈线都能清洁干净，只需要移动到一颗颗牙齿上就能深入清洁。圆头软膜刷很柔和，而且还不扎牙龈，还有环形智能控压灯，用力太大会亮红灯提醒，并且自动降速，4种模式可以选择，而且颜值还很高。好，说回刚才的鳗鱼饭，日本这种鳗鱼饭都有3种吃法，第一种就是直接吃，第二种就是茶泡饭，我最喜欢的一种，这个茶是有点接近抹茶的感觉，茶香味特别浓，然后米饭刚好能够冲淡茶的味道，然后再加上鳗鱼的炭火香味，这个味道特别的高级。鳗鱼还是要白烤才好吃。然后这份是传统的鳗鱼冬，最小的份都是一匹，就是一根完整的鳗鱼，然后切成这个样子。不知道它那个最大份的是有几条鳗鱼，但因为这个是照烧酱，虽然它闻起来很香，吃第一口也很爽，但吃到后面还是会腻，所以我们就追加了一份金枪鱼寿喜锅。金枪鱼就是那种不管你怎么做都很好吃的鱼，我们点了一整排，都够吃2锅了。它煮好之后的那个肉质仍然很嫩，咬下去还是有劲道的。好嫩啊！再来一个香菇，已经吸满了汤汁，鱼肉的味道已经浸到里面了。果然嫩的鱼肉吃起来都像鸡肉一样，再加上这个咸到刚好的汤汁，再就这一碗芥末茶泡饭，你就会领略到日料的快乐。最后不要忘了用一个豆腐收尾，感觉自己还很健康。这种鱼汤豆腐是最好吃的。这家店吃完之后嘴巴里可能会有点腥味儿，回家可以再用一下欧乐 B 救急小白瓶漱口水，这个对上火长泡很友好，温和不刺激，味道还很清新。好啦，今天这顿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大满足，卡玩意儿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的逼是装足了的。我也总算体验到了什么叫大户人家吃的豆腐。我还想问，从什么时候开始豆腐可以这么张扬了？非常夸张。而且这家店很贵，但是又巨多人去甚至周董都来打卡过这家店，所以今天必须拉上姐妹过来看一下。我发现从这儿进去开始到整个院子都是这家店，牛逼啊！
持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。接着就是穿和服的姐姐会把你领到包间去，然后路上跟我讲了些我听不太懂的什么园林设计，走了半天才到我们的包间，然后就开始介绍今天的菜品。放眼望去，基本上就是各种菜配豆腐。第一个前菜就很精致，小姐姐也会跟你讲为什么会这么搭配。比方说这个杯子里面装的就是豆腐跟海胆，说是海胆可以衬托出豆腐的香醇啊，不过确定没有说反吗？这个吃起来一点都不像豆腐，它像蛋花儿，不过还挺好吃，主要还是海胆好吃。旁边是一坨红薯加一根炸虾，这个碗里面装的是葱、番茄和一片烤鱼，就越吃越饿。这个荷叶卷的东西更可爱，打开之后里面是一个三文鱼寿司，还有一点叶子的香味，就特别的清新爽口。接下来上了一笼烤豆腐，这个的吃法也很简单，就是直接卷着葱吃就可以了。最开始是咸甜口味的酱汁，然后就是烤豆腐独特的那个油香，而且它里面还有一层薄薄的嫩的豆腐，所以吃起来很有层次感。吃了油的东西之后，再来一份生鱼片，考虑非常周到。这个白色的是血子，是一种鳗鱼的近亲，比鳗鱼的肉更嫩，不过味道会淡一点，所以更适合蘸酱油吃。然后我想你们这会儿应该也到饭店了吧？现在点外卖上识货 APP 还可以额外返现，每天最多有132块的外卖红包，寿司、刺身、汉堡啥的都可以用，一个月还能省下挺多的。我还专门申请了一批红包放在评论区，有兴趣的可以点击一下。说回刚才的生鱼片啊，酱油里面那个是紫苏叶的花朵，没什么味儿，就是好看。这个好像是某种鲷鱼，蘸一点酱油特别爽口。接下来是一盘茄子，上面是萝卜泥和小虾，然后上面那个虾是甘甜的味道。茄子吸满了下面的汤汁，然后又是一个豆腐名物，这道菜叫豆水豆腐，然后这个豆腐巨扎实，厚实的不行。旁边那个小绿芽是纯菜，就整个这道菜吃完你会觉得很清凉。我其实还挺喜欢这个。接着终于上了一份荤菜，炭烤和牛，还不是煎的，一端上来那个烧烤味巨浓，特别香，淋上一点烤肉汁更好吃，表皮酥脆，但里面还是嫩的。然后又是一份主食，叫银鱼饭，就是镰仓里面的一种小鱼，煮熟之后就是白色，吃起来其实是一种草的味道，米里面是有油的。然后最后的主菜是一锅很浮夸的豆腐，那个白色的汤其实有一点像豆浆，但是比豆浆更稠，味道更浓。然后豆腐的口感特别好，先是 Q 弹，然后会一下化开，那个豆子的醇香特别美妙。最后的甜品还是豆腐，有点香草的味道，然后还上了一份枇杷果冻。最后我们吃了这么多，这家店总体来说豆腐确实很特别，但是值不值这个价格呢？你们说了算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卡玩意儿，大家都知道天妇罗在日本有很多专门店，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天妇罗很贵，但17000一位还是把我吓到了。不过进都进来了也不好退出去，只是感觉这种藏得很深的店一般都不便宜。店长说他这家店已经开了15年了，这些比较年轻的也都是他的门徒。餐台的旁边还放了天妇罗认证书，店员正在准备我们的食材，在精心的摆盘之后也会留时间给我们拍照，之后就是给各种食材上粉上香了。在等待的时候给我们上了一碗松茸蒸蛋，不过这个松茸加上鸡蛋还真的挺好吃。第二个端上来的是4道小前菜，就是鲑鱼子和特色鱼冻那些东西，但这个鱼冻是真的做得很精致。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一道主菜。河豚。在吃这道菜的时候，店长很耐心的教了我，说是在挤柠檬汁的时候，柠檬汁一定要碰到柠檬皮才行，所以要这个样子挤，然后用河豚肉卷着胡萝卜丝儿、葱还有河豚皮，再蘸一丁点酱油，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味道。不过河豚肉是完全没有腥味的，并且还有一种淡淡的草香，可能这就是高级料理吧。接下来就是各种螺和鲍鱼，这儿开始才是真正的天妇罗。店员这里也会给你介绍每一种食材，在这一盘里面选择你自己想要吃的顺序就行了。先来一个甜虾，天妇罗里面的荤菜一般蘸一点玫瑰盐就可以了，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又酥又嫩。接下来就是蒸鲷，吃完再来一块松茸。天妇罗松茸是真的好吃，没想到生蚝都可以天妇罗，我就很好奇，真的有食材不可以天妇罗吗？哦，对了，店长还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儿，好的天妇罗只会在食材上面挂上一层薄薄的面粉，以保留住食材最本身的味道。最后的主食再来一碗天妇罗茶泡饭和一盘美美的甜品。总之就是今天虽然长胖了，但是我的钱包瘦了呀，那不就底平了？阿基推荐指数8.5分。对了，希望大家今天下午可以来看我直播，卡哇呀！